本周一，朝鲜劳动党建党77周年纪念日的当天，朝鲜官媒大幅刊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过去2周时间里现场指导战术核武器运用部队训练的情况。这期间，朝鲜共进行了7次战术核武器运用部队发射训练。韩国方面对朝鲜首度提及战术核武部队大感紧张，连日来多次强调将加强美韩同盟以及韩美日安全合作。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周二指出，半岛局势紧张的责任在于美国，并要求美国不要再为韩国提供核保护伞。朝中社在周一的报道中提到，朝鲜人民军战术核武器运用部队从9月25号至10月9号进行军事训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亲自在现场指导军事训练。朝方还透露，9月25号和9月28号的导弹发射训练和演习中搭载了模拟核弹头，模拟携带战术核武器袭击韩国的军事基地、港口和机场。观察指，以往外界只知朝鲜设有专门运用各种弹道导弹的战略军司令部，这次则是朝方媒体首度证实战术核武器运用部队的存在。朝鲜媒体这次发布的军事训练图片显示，朝鲜近期发射的导弹类型包括 KN-23 短程弹道导弹、KN-25 远程火箭炮、火星12型中程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等。有分析认为，在实现核武小型化后，朝方多款导弹都具备搭载战术核弹头的能力。所谓战术核弹头，指的是杀伤力较小的核武器。朝鲜对自己的能力显示这点来讲，发射平台多样。那么它可以通过陆基来发射，通过水下来发射，甚至通过火车的车载来发射。韩国方面格外关注朝鲜9月25号凌晨在其西北部平北泰川郡一个水库的水中发射场进行的导弹发射。去年9月，朝鲜首次在列车上进行了有朝版伊斯坎德尔之称的 KN-23 短程弹道导弹试射，而这次在水库发射迷你潜射弹道导弹，韩国韩民族日报形容称，这大大出乎韩国政府和军方的预料，显示韩方情报的重大缺失。该报也认为，在内陆水库发射潜射弹道导弹，朝鲜是世界首创。韩国统一研究院朝鲜研究室室长洪敏就关注到，今年9月，金正恩曾在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7次会议上曾表示，要扩大战术核武器的运用空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朝鲜在发射时机、地点和平台的选择方面来讲，它确实拓展了很大的空间。朝鲜这次在水库发射导弹，当对方无法捕捉到我发射导弹，那么应该说它所产生的效果，特别是威慑效果还是比较大的。韩媒报道称，韩国专门用于防御朝鲜导弹的杀伤链系统事先丝毫没能捕捉到朝鲜方面这次水库发射的情况，这意味着朝鲜境内的水库都有可能成为潜射发射场所，这大大增加了韩军的探测难度。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责任在于美国，美国不应再为韩提供核保护伞，并与韩国进行联合军演。他列举美军部署 B-52H、B-2A、F-35A 战机等顶尖战略武器，实施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出动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等，指出在朝鲜半岛能够明显发现美国军事膨胀的迹象。朝方强调，只有美国带头无核化并撤回核保护伞，朝鲜才能完全实现无核化。具体来说，美国应停止发展军备，不再举行动用核武的联合军演，并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无条件地消除对朝威胁。就朝鲜半岛的局势来看，要想得到缓和，朝鲜的安全必须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首先要放弃敌视朝鲜的政策和立场，为重启朝鲜契合谈判创造条件，可以按照中国所提出的双轨方案，也有利于的话重启朝鲜契合的谈判。这样的话，半岛的局势才能朝着一个缓和的方向发展。